李小龙那么强，他的师傅叶问一定更强。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让叶问去挑战泰森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叶问电影塑造的武神人设和现实中的叶问有多少差距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传统武术的神话，看看那些被神化的大师们到底有多能打。李小龙的名气是电影打造的。李小龙名气大，电影影响力强，但李小龙在电影里几乎没怎么用咏春。他在和黄泽明交手后，意识到传统武术的局限，转而学习西方拳击、击剑、自由搏击，逐渐形成截拳道。李小龙并不是靠咏春崛起，而是靠对传统武术的反思以及对实战的研究。也就是说，李小龙的成就更多是电影塑造的传奇，而非靠传统武术实战打出来的。叶问真的那么厉害吗？现实比电影还惨，叶问被塑造成不败战神，电影里拳打10个，横扫佛山香港。但真实的叶问更多是一个普通武馆老板，为生计教学，生活潦倒，还曾吸食鸦片。叶问早年学武是为了强身健体，不是什么救世主，更没有跟高手对战的光辉战绩。叶问的儿子叶准都说过，我学咏春只是为了赚钱，真正靠实战成名的传统武师几乎没有，而闭门造车的传统武术被散打选手一波又一波打爆，还总是找理由搪塞，比如不能用杀招。假如让黄泽明去打泰森、阿里，结果会怎样？龙春认为李小龙能秒杀黄泽明，甚至能挑战拳王泰森、阿里。可我们看一下背景，黄泽明和李小龙比武，李小龙自己都承认打得很辛苦，战术落后，体能吃亏，不是轻松取胜。黄泽明那一代传统武师基本都停留在比划套路，完全没有实战经验，真让他们和阿里、泰森比，别说 KO 别人，能活过2分钟都是奇迹。传统武术神话其实就是一层包装纸，越捧越虚幻。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些武林神话？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民族英雄的幻想，需要一个替代品，填补现实的无力感。电影是商业作品，需要编造传奇才能吸引观众，但别把荧幕上的超级英雄当成现实中的武术大师。李小龙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能打，而是他有勇气突破传统，拥抱新东西。真正的武学精神是勇于学习，实事求是，而不是沉溺在自我陶醉的幻想中。本人总结：电影里的叶问是传奇，现实中的叶问是普通人。电影里的李小龙是英雄，现实中的李小龙是在反思传统的叛逆者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会多少套路，而是敢于面对真相，不断学习进化。你觉得如果叶问去挑战泰森、阿里会怎样？欢迎讨论。